甄嬛传》这部剧到底隐藏了多少细节？本期咱们从第1集细细往下看。关于雍正登基与大结局弘历登基时的情景首尾呼应，咱们暂且不提。在这部剧的首次朝会中，除了每位大臣的首次露面，暗示了他们是敌对关系，在以后会有一定的牵连之外，咱们可以看到，在朝会结束之后，皇上派苏培盛去给年羹尧送秘制的金疮膏药时，年羹尧的反应是这样的：臣年羹尧恭谢皇上圣恩。虽然这儿有位大臣误以为年羹尧对他行礼，他还特意回了一礼，十分可爱，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年羹尧此举真的是在感谢皇上吗？先不说皇上离他老远能不能听得见，就冲甄远道这副无语的表情，很明显年羹尧这是在向大伙儿炫耀他得皇上重用。镜头一转到了晚上，净室房的人来请皇上翻牌子。这时咱们可以看到，在皇上身后这个架子上的瓷器基本上都是以纯色清新为主，这不就是先帝的审美吗？或许皇上也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怀念他爹吧。紧接着太后带着宵夜去看皇上，目的有二：一来是因为皇上在朝会上明显偏向年羹尧，太后怕皇上过河拆桥对隆科多动手，所以太后特意暗示竹溪告诉皇上，皇上，这是隆科多大人打扬州给太后新弄来的酱菜，说是比三碧居的爽口。瞧瞧皇上跟吃了苍蝇似的，立马放下筷子改喝粥的样子，可见皇上十分排斥太后为隆科多讨好。这又是为啥呢？因为隆科多和太后不只是青梅竹马那么简单，毕竟他们当年的一个拥抱却给皇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而太后也明白了皇上不喜欢他提隆科多，所以太后立马开始了她的第2个目的：催婚催生。你后宫才那么几个人，皇后、端妃、齐妃，他们年纪都不小了，想要延绵子嗣也难。所以此时的太后是不是漏了谁没提到？华妃呀！显然太后不提华妃是因为她知道欢宜香的秘密，她知道华妃再也无法生育。接着皇上把选秀的相关事宜交给华妃去办之后，皇后趁午睡时间把华妃喊到景仁宫。按理来说，这宫里如果没什么特殊的情况，嫔妃们都要向皇后晨昏定省。在请安期间，嫔妃们除了唠唠家常对对嘴之外，皇后还会询问一下个人的工作进度。也就是说，皇后要问工作进度，在请安期间就问了，可皇后偏要在大中午把华妃叫过来，你说她是有啥急事吗？并不是。皇后此举就是想表明，你华妃再得宠又如何？我是皇后，我想你什么时候来，你就得来。可华妃也不是好惹的主，一向嚣张跋扈习惯了的华妃突然不能午睡，她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于是在这一场工作汇报中，华妃和皇后明里暗里便打了好几个回合。第一回合，皇后用一点牡丹卷宣示她的地位，华妃暗示宋芝打翻糕点占领上风。第2回合，皇后用学习为由强塞福子到翊坤宫。华妃清楚，如果自己拒绝了，那就相当于在说她翊坤宫没有能干的宫女，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这打脸的事儿，华妃她不能干，所以华妃憋了一肚子气，领着福子走了。第3回合，皇后杀人诛心，故意用子嗣膈应华妃。也不知道这届秀女选的怎么样，后宫是该好好添几个新人，为皇上延绵子嗣了。从华妃的小表情中可见，这次对战华妃落败。接着镜头转到宫外，甄嬛祈完愿后走出上善寺的时候，咱们可以看到上善寺贴着这样一副对联：甘露灌顶受菩提记，光明照身广度全生。其中甘露暗示了甄嬛会在甘露寺度过自己的劫难。一旦甘露寺渡劫成功之后，甄嬛便会重生归来，而光明照身的光明则是指熹，暗示着甄嬛从甘露寺回去之后会成为熹妃。除此之外，咱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一场景中，流珠和浣碧同为甄嬛的丫鬟，但是浣碧不仅不用提任何东西，而且她身上穿的衣服比流珠穿的还要华丽多了。关键是浣碧还一直挽着甄嬛的手臂，这为浣碧私生女的身份埋下伏笔的同时，也暗示了浣碧认为她和甄嬛是一样的。接着咱们来看沈眉庄在家模拟选秀考核的时候，沈眉庄的姨娘说了这么一句：很好，我们大小姐走得极好，腰肢更软些，
皇上会喜欢。这句话不也正应了沈眉庄入宫之后的情景吗？先是一帆风顺，得到了皇上的喜欢，其实又因假孕事件看清了皇上，挺直了腰板，没了圣宠。最后为了给腹中的孩子上户口，软了腰肢，重获圣宠。而神母押题与选秀当天一模一样，意味着沈眉庄会得到太后这个长辈的喜欢。紧接着内务府总管黄规全吩咐人用心洒扫的时候，咱们可以看到在中间擦拭台阶扶手的小太监特意绕路从旁边走了下去，这也说明了这个台阶只有皇上才能堂堂正正的走之外，也说明了天子的权威不可侵犯。可就在皇后坚信皇上今天一定会来陪她吃饭时，张廷玉便打着为皇上好的名义去侵犯他的权威。皇上对年大将军等爱臣的宠信优渥，可但凡人臣大多数时，成功易，守功难。皇上这个聪明人不可能听不出来，张廷玉是在暗示他可一定要一碗水端平，别让某瑶照着军功，仗着自家妹妹受宠而在前朝兴风作浪。可谁又敢肯定这不是张廷玉在酸年羹尧呢？所以皇上直接戳破了张廷玉的话中话。张廷玉瞧着皇上把话挑明了说的态度，也不多说，只留下一句可能是我想多了，便走了。皇上明察，微臣大概过虑了，微臣告退。不是，张廷玉这话是什么意思呀？表面上张廷玉说可能是我想多了，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是我可没想多，你爱信不信吧。由于皇上本身就多疑，因此当苏培盛告诉皇上华妃又来约饭的时候，皇上的神色显得格外的凝重。犹豫了几秒后，皇上终于决定今晚去景仁宫。不料吃饭期间，皇后一个没把持住，说了一句：不偏爱，懂节制，方得长久。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哦，这不和张廷玉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吗？皇上听出了里边的端倪，虽然他的嘴角努力向上飞起，对着皇后微笑，但是他那小眼睛里边暗藏着怒火。为啥呢？因为皇上清楚皇后已经把手伸到前朝了，所以皇上才会生气到直接转场前往华妃的翊坤宫。